如果不让我出去玩，我就要跟你分手之类的这种，一边出去玩的开心，但他的另外一方就会内心很郁卒。如果感情已经到就是可有可无的状况下，是不是应该要先分手，而不要先偷吃？还是先偷吃，然后被抓到再说？我希望世界上多一个朋友，不要多一个敌人，因为感情的关系。可是分手后如果老死不相往来，就算敌人吗？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我是你们沈老师。今天的来宾是发源。Hello， 大家好，我是发源。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发源，大家听他的贵圈争乱就知道，他现在呢有一个固定男朋友，叫做旅游先生。Yeah， 那个男朋友，然后1年多了啦。如果大家有听贵圈争乱的话，都知道说他们时常在节目中讨论开放式关系。那我不知道花园本身呢，你个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开放式关系？我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不太能接受，就觉得这个东西很超出我的观念，因为好像在同志圈这件事好像有点常见，所以我就想说，就是都开始慢慢去了解它，直到我现在的 partner， 就是我们有个频道叫贵圈争乱，就是 Podcast 频道，然后我的 partner 叫雷梦，然后他也是致力于就是想要维持一个开放性关系的人这样，然后他已经换了应该有第3个吧，就是直到现在这个才比较稳定一点这样。他开到一个大名大放的地步，他现在很大名大放，而且现在是健康的开放。就是我以前看到他跟他前几任的关系的，就是虽然是开放式关系，但好像没那么健康，跟没那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直到他现在这一任，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健康又良好的开放性关系，我就觉得好像是可以接受，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要从事开放式关系。发源，你现在讲到这么多，我觉得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说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不健康。好，就是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应该都太习惯了 ，It's okay，对吧？好，观众朋友们应该身边多多少少会听到自己身边的朋友有开放性关系的，他们在尝试或者他们现在 right now 就是开放性关系。那我之前有听过一些比较不好的案例，就是可能是单方面想出去玩，然后就跟他的另外一半提说想要做这件事情，但另外一半可能不能接受，但有点迫于说如果不让我出去玩，我就要跟你分手之类的这种。那真的这样开的话，一边出去玩的开心，但他的另外一方就会内心很郁卒，因为我懂，就是不得不开那种感觉，就好像不太健康。那久了之后一定会出问题嘛，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想要，另外一边不是真的想要开。但我也有听过一些是只有一方想出去玩，另外一方他同意你出去玩，但我也不出去玩没关系。这个我觉得就是也不健康，因为两边不对等。可是如果他自己内心 OK 的话，他可能单纯是性欲很低嘞。这个我好像也可以接受，就是我有朋友，他们是双方，一个性欲很强，一个性欲很低。那性欲强的去开，性欲低的就是你出去玩没关系，我不 care 的这种路线，我好像也觉得 OK。那我的 partner， 我的好朋友，他的状态就是他们双方都性欲蛮强的，那他们就是说好了都可以自己出去玩这样，但就是他们有一些当然有自己的设好的一些条件。所以我后来好像觉得有设规范的开放式关系是蛮健康的一个状态。OK， 对，就是我们讲好我们要怎么玩，然后有哪一些先决条件是不能踩的底线。那你们讨论好自己的这一套标准之后，那再去执行你们的开放式关系。那我听起来目前这种状态好像是比较健康的状态，比偷来或是那种我强压你，我一定要开放的这种关系来的好很多，这样。因为花园到现在为止都在封闭式的关系里面，对。那现在你跟旅游先生也是，对，所以话回来就是说，你比较喜欢封闭式关系，对不对？你从来没考虑过开放式关系？目前还没有，虽然我可以认同，我也理解，我也支持开放。就如果我身边的朋友说他们想要从事开放式关系的话，我觉得 OK， 很棒，我不会污名化，或者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但我自己本人目前还没有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对花园来说有个有趣的事实是说，因为他上一任的关系是他是劈腿然后分手的，所以我要问他就是说，你相信感情是忠诚的这件事情吗？我觉得是要看是你说对性是忠诚还是没有感情，因为感情跟性是在一起的啊，你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就是有性生活有感情生活是在一起的嘛。你不可能只对性忠诚或对感情忠诚，就是所谓总体的忠诚。你对于爱情中的忠诚，你是相信他的吗？你相信爱情是只有1对1吗？永远到天荒地老都是1对1吗？我觉得我不相信我没有那么相信从一而终，什么一人一世一生情的这个路线啊。就是好像就觉得到最后会像家人的关系，可是也是感情的就是感情会改变啊，这也算忠诚啊，这还是感情啊。但如果爱情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有办法维持到最后吗？当然了 ，even 你们只是变成家人了，但你不会对其他人心动吗？我不知道你父母是这样子的吗？
你父母现在还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关系没有，他们是在一起，但他们没有离婚，但我觉得他们关系不好啦。可是感情就变成后来就这样子啊。对啊，就成立一个家庭，然后感情好不好，就两个人要控制他。说到这个，我其实曾经有想过，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关系不好。如果哪一天我妈跟我说她认识新的叔叔，我其实蛮支持她去追寻她的爱情。所以他有很多可能性嘛。可是我现在问你，就是说，所以你相信你跟旅游先生两个人，你相信你们两个现在就会封闭式关系，然后两个可以彼此忠诚到最后吗？我现阶段相信啊，现阶段相信，就是因为你上一任是偷吃的啊，所以要问你说，因为你上一任偷吃后感情就结束了嘛？对对对。所以你为什么要偷吃？然后你怎么样能接受说偷吃后就要分手这个事实？后来找到偷吃这件事，因为大家其实会问我说，干嘛要偷吃？干嘛不分手就好了？对啊。然后那时候对我来讲，心态比较像是，反正被抓到再说。那个心态就是有点像是，反正我就出去玩嘛。啊，你说当下会不会紧张？当下不会，但事后当然会。啊，事后会紧张的时候就想说啊，那就等到被发现再说吧。我老实说，这个状态很差。对，因为你伤了对方的心啊。对对对，不坦诚这件事情。对。所以当下你们分手的时候，当他知道你偷吃的话，他是不是很难过？他是啊，就是电话那头就是哭的，就是就是一直在哭就对了。所以当时你觉得很歉疚？会，一定会，一定会。好，我现在再问一下，就是偷吃的心态。所以当时你在偷吃的当下，你就想说，如果被抓到就分手无所谓，所以表示你对那个感情已经没有这么重视了。的确是，就是那个心态比较偏向无所谓，就是被抓到就算了，就这样吧，没关系，没有一定要继续跟这个人走一辈子的这种感觉比较多。所以花园问一下你，就是当时因为偷吃被抓到而分手，你会跟大家怎么说啊？你会说，如果感情已经到就是可有可无的状况下，是不是应该要先分手，而不要先偷吃，还是先偷吃然后被抓到再说？如果是先后顺序的话，我当然是讲先分手，好像比较合乎道德风俗的规范，或是大家的，就是觉得这样比较好，比较没有伤害另外一方。我觉得差距在哪里？我觉得差别在于，就是分手后还能做朋友。如果是偷吃分手的话，可能会一辈子不想看到你，因为你伤透我的心。可如果先就是好好的分手之后，我们已经不适合了什么的话，我觉得可能，你觉得这中间有差吗？会啊，会有差，还是会有差。你跟上一任小仓鼠现在还是好朋友吗？不是啊，其实我们的状态是看到会打招呼，因为老实说，我们还是会在那种大型的同志酒吧，同一个圈子里，毕竟对，难免会遇到，或者我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他，就是我们会认识同一个圈子的人，所以偶尔还是会听到他的事情这样。所以，但我不会用朋友来称呼，因为我觉得分手就分手了。我不只是他，我的每一个前任，我都是觉得分手就分手，没有一定要联络。因为沈老师个人是个俗辣，我很怕世界上有我的敌人，所以通常我会跟前任都好好的分手，因为我希望世界上多一个朋友，不要多一个敌人，因为感情的关系。可是分手后如果老死不相往来，就算敌人吗？如果你知道碰到他要闪的这种就是敌人啊，就是你就会有一个尴尬在啊，不会吗？那就是他闪，你不要闪啊。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世界上有人让我闪的话，我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跟尴尬。我觉得就是不要有那种疙瘩在的感觉。对。可是我自己就是分手后，刚开始看到我前任的时候会觉得怪怪的，但遇到太多次之后就觉得啊，那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在同个场合遇到的某一个人，那刚好他的身份是我前任，那就是接受他，就这样。因为他的你看，因为他的合作伙伴雷梦是一个超级开放的人，然后节目中一直讲开放性关系，所以各位如果喜欢这个关系，就听他们的贵圈真乱，我觉得会找到很多的想法。那你个人就是因为你是封闭式关系嘛，听他这样一直讲，你会不会觉得说一对一关系，你在你的心中是比较好的处理感情的方式？我觉得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其实我有听过个说法是，反正同志关系走到最后总会趋向开放式。我其实好像可以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老实讲，男生就是下半身思考嘛，就是男人总会想要出去外面有性的需求等等之类的，我其实可以接受。那我什么时候要走入开放式关系这件事情，我还一直在思考，就是真的要在什么时间点跟我另外一半提这件事情，那或是等到他对方跟我提之类的。所以万一旅游先生主动跟你提说他想要开放式关系呢，你会生气吗？我觉得我不会生气。对啊，但我要去思考是我们要讲好什么规则。对啊，对，这会是我现在就思考点。跟朋友聊到这件事，就是我朋友会问我说我会不会想开放式，我会说我现在的理想状态是我愿意开放，但不要让我知道。可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我感觉你非常想开放，就是想开放，但你是蛮冲脑的人，稍微对，就是想开放，但不要让我知道任何事情。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合理，就是听起来不太健康。没有，我觉得很 OK。真的吗？
很 OK。我跟老公开放有说，你可以不要告诉我细节。对。可是有的时候说我问你的话，你要说你可以说。哦。就是两个约定，只要有默契，我觉得都还好。是。好，最后问一个小问题，请问一下，你在你自己的 podcast 里面分享了这么多私人的问题，你会觉得尴尬吗？不会耶，就是刚开始会啦，因为我们节目已经做了5年多，刚开始第1年的时候，我们会蛮避讳我们的节目跟我们私人有任何连结，我们甚至不会追踪我们自己的 IG， 就是因为我们贵圈专有自己公版的 IG， 我们的个人 IG 是不会追踪它，因为只要追踪了它就会跳到分享页面之类的，都会被看到。然后因为我们声音其实也蛮好认，然后名字也听得出来，所以那时候前期我们是完全不追踪，然后也不会转发的。然后是第2年、第3年之后，慢慢的我们就释放更多的讯息，从不露脸到露脸，然后露脸之后开始会追踪，会开始分享我们自己频道的东西，这样就是现在已经对我来讲已经不太会去介意被大家知道我的私生活。你们分享到一个，就是我听你们节目，我都觉得说，哇塞，这个都敢讲，我的妈呀！我觉得他们比我勇敢多了。有可能是因为刚开始不露脸，所以那时候讲得很开，讲开久了之后就习惯了。对我现在来讲的话，那个心态是。反正我够坦白，我就不怕别人去攻击我，因为你听完之后你要攻击我什么事情，说是你真的要攻击，我也不觉得我讲的东西是错的。如果你觉得错的话，我们来吵啊，我们来讨论嘛，我们就可以来 judge 你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不 OK， 为什么我把我的性事分享你会觉得不 OK？ 难怪你会越来越大胆，越分享越多。不，我还是会拿捏的，我的 partner 比较大胆。好了，鼓励大家去听他们的节目，好不好？听听看就知道他们到底私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节目内容，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按赞、分享。每个礼拜都直播，按个小铃铛鼓励我一下，我会回答你们所有的留言。现在老师要跟花园玩一个游戏了。好，旅游先生会不会生气？我现在要问花园一些问题，然后看这些问题，你决定一下旅游先生听到会不会生气？会不会这集上了之后他真的会生气？就你猜一下啦，看你猜准不准？好了，分手会跟你说。不会了，不会。好，前任的床工比较厉害哦。会。我暗恋公司的一个直男，这个我觉得他不会生气。有偷偷的追踪某一个网红的 IG， 也有跟他私讯。私讯哦？你说让他知道他会不会生气吗？我觉得他会表示私处，但应该不会真的生气。我有想过3人行哦。会生气吗？我觉得我不知道，但我都没有想过，但我不知道他会生气。好，我想跟你分手。一定会生气啊！我和你做的时候有想到过别人。会生气。这个是我听到都会生气的，就干嘛告诉我？夜店里面有很多比你长得帅的人，会想掐死他可能想掐死我，但不会真的生气。我觉得你不会这么白目问他这种白目的问题。对啊，如果你老公跟你讲这件事情，你会生气吗？我不会，我会觉得他很白目。我就是说去吧，赶快去，不要回家啦。我可以骗到这个心态了。同志的朋友们都在自己点，不是同志的朋友们都在同志一点。我相信世界会更好。先关了，拜拜。等一下，不行，等一下，头脑还没回来。知仔来宾坐在传道天。我刚刚讲的错是对的吗？是错的。他们聊，他们节目中一直聊到开放性关系。我刚刚说开放性关系，那是我心里想要的关系。其实开放式关系这件事，可以讲开放性关系跟开放性关系是一样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对，我觉得不要纠结，我觉得很 OK。好，反正我们一定会说溜嘴。